Hello， 大家好，今天是4月5号，美股周复盘行情视频，我是阿哲，我们又再次见面啦。关税冲击下，美股跌破关键支撑，2天加速下跌，空单暴赚。从本周技术面上看，美股彻底进入熊市 ，SQQ 大涨18%。不过这里阿哲要提醒，又来到了空头获利兑现的时刻，下周将迎接反弹。我们看到本期视频行情图版。我们先来到本期视频行情目录。今天是市场观察纳斯达克指数162期，阿哲依旧会通过以下的3个部分讲解本期视频美股周复盘的观点。在第一部分，我们会讲到纳斯达克指数的市场观察，分别是下跌3法目标位和空间技术分析点位。第二部分和第3部分会来到个股解析，阿哲会讲解特斯拉、英伟达、SQQ 等以上商值标的的空间资金动能3个维度的详细讲解。第3部分我们会讲到一些个股的短线策略，通过资金和动能方面，会讲到纳指金融、Meta、苹果、MSTR、PLTR、博通、谷歌、SMCI、拼多多等以上几只标的的讲解。在正式内容开始之前，阿哲做个提醒，如果您是一位新同学，首次来到阿哲频道观看阿哲视频，因为阿哲所讲解的标的会比较多，所以视频时长往往会较长。如果您不适应去观看一个长视频，您可以点击播放按钮旁边这个3角，点开之后，你会看到本期视频所有的内容所对应的时间轴。那么点击对应时间轴，可以优先观看您最想得知的那一部分内容。希望这一个设置能够对您有所帮助。而如果是老同学，那么切记要从头到尾认真观看，那么可以更加了解阿哲当前的行情观点和思路。那么现在我们先回顾一下上期视频的一些观点。在上期视频当中，我们有讲到一个关键的支撑位是16895.49，这个点位如果收盘被有效的跌破，那么市场将形成下跌中继，这里不是下跌结束，还是下跌的半山腰。我们在上期视频有讲过一个下跌3法的确认，等一下呢会再次的去提及和复习。在这一根阴线产生之前，我们说紧盯这一个防守位，只要不跌破，不要轻易的去做空，这是上期视频的观点。而我们会看到，在视频发布的当天收盘，它出现了阴线下跌破位，有效的破位。那么从这根阴线开始，确定了美股彻底进入熊市。那么这一天开始，我们要全力以赴去看待空头的机会。当然了，这里在盘中有些同学问到阿哲，这一天一定要等到收盘才确认吗？盘中如果不去做空，那么是不是会少赚一些钱？那么阿哲这里要再提醒一下，我们更加想要的是确定性的交易。这一天的盘中，如果你在还没有完全成型之前就盲目交易，在盘中去买进的话，那么可能会出现买了之后反而产生 V 型反转，或者说一些反转的走势，那么就比较麻烦。所以在完全确认是有效跌破之后，再去下单，在尾盘下单，你会发现其实空头的利润依旧不会少了你。在真正一波行情开始启动，并且有足够空间时，它不会因为你今天早10分钟买还是晚10分钟买，后面就没有行情了。所以我们的空单正常来讲应该是在这一天尾盘确认跌破有效之后去建立的。那么昨天的加速下跌就是利润再次产生和雪球滚动的时刻。在本期视频的第一部分，我们要再次更改一个目标位，前期的16895.49在下跌时出现了一次有效的支撑后反弹，目前有效跌破。那么底下还有其他支撑是我们要去关注的吗？那么这是我们第一部分要讲到的下跌3法目标位。我们先来看到下跌3法，所谓的下跌3法是股价的一种下跌中继的形态，也就是说，如果行情处于下跌走势，一旦出现了这种下跌3法的格局，就说明本次下跌的价位还远远没有结束，往往它只在半山腰。那么下跌3法最少是由5根 K 线形成，一根大阴线，明显下跌的阴线，而后有3天的反弹。这个反弹呢不一定是阳线，也不一定是3天，只要大于等于3天就行。反弹的区间在前方大跌阴线的空间高低点之内运行，没有突破它的高点，没有跌破它的低点，而后在第5天的时候出现再一次的大阴线，明显下跌，跌破前方阴线的最低价格，这又构成了下跌当中的下跌3法。我们会发现是不是和当前的行情完全的一致，有一根明显的大跌的阴线，而后反弹3天，收盘价都在阴线的高低点之内，而后第5天出现了大跌，是不是完全符合传统意义上的下跌3法？所以这个经典形态出现的时候就告诉我们了，这里还没有下跌结束，这里只是下跌的半山腰。
那么所谓的半山腰就意味着前方的这一个下跌空间往后还要再延伸至少1倍。那么我们也可以认为，在这个低点后延伸1倍的空间将是一个有效的第一重支撑。那么前期对于16895.49这个曾经出现支撑的点位是怎么计算而来的？那么阿哲有说过，是用前面的这个波段高点和这一个170天均线的数值去进行一个计算。你知道了这一个空间，然后往下投射1倍空间，就得到了这个支撑位。那么这个支撑位是有效的，只是目前被跌破，所以继续往下走。那么在往下走时，我们可以再往下投射1倍空间，可以看到3倍的空间。那么因此，通过下跌3法以及3倍空间，我们可以确定一个目标关键的重要支撑点，那么就是15427.61以及15288.17。这2个数值所共振的区间将是本次加速下跌的首要目标位，也是首个重要的支撑。截至目前为止的技术面已经完全确定了熊市进行时，因为3个要求全都达成。第一个，170天均线有效跌破，向下1倍空间有效跌破，170天均线向下并出现压力，是不是都出现了？所以目前是彻底的进入到熊市当中。在之前，阿哲在此处开始讲到目前市场有可能进入熊市时，有同学呢笑阿哲说：“阿哲，你一看熊市，目前市场就反弹了。”但是我们一直有讲到，只要还处于熊市进行时，不管是反弹还是下跌，我们依旧是熊市的思维。所谓的熊市思维就是反弹可以去把握，但是是火中取栗，因为涨高了要去做空。并且熊市思维当中，下跌它往往会创新低，反弹它往往不会创新高。那么下跌会创新低，反弹不会创新高，这是一个熊市正常的格局。对于以上的观点，阿哲呢是再次的重申。那么在昨天盘前的时候，其实对于这部分的观点，阿哲是在盘前解析当中是有写到了这一个支撑位，也就是阿哲昨天4月4号盘前解析时所告诉部分朋友的支撑位。那么现在你知道这个支撑位是怎么而来吗？是怎么计算的吗？那么目前的美股市场是不是走到这里已经非常靠近下周一、下周二？是不是周一的时候略微下探一下就到了这个支撑价位了？那么这种强支撑位是不是首次触及时一旦有止跌信号，比如说低开高走阳线，亦或者是长下影线反包阳线，那么这里阿哲认为将会迎接一个反弹行情。稍后阿哲呢也会抽时间告诉大家，如果您是想要盘前接收到阿哲这条信息，您应该怎么去做才能够获得。稍后阿哲会讲到这一点。而如果您是昨天已经看过阿哲这条信息的，那么未来一段时间也记得密切关注阿哲每天美股开盘之前所发送的盘前解析。这一个信息呢，虽然不如视频讲的那么清楚，但是阿哲呢会每天分享，每天的去书写和更新，可能会比视频呢更加及时，能够贴切当下的行情。听到这里，就是阿哲对目前美股市场的观点。为什么这一波下跌你可以去赚钱？因为目前是熊市的思维。那么又为什么走到这里，空方应该准备获利兑现了？因为底下有一个强大的支撑，而这个支撑很容易在下周产生有效的反弹，这也是空方获利兑现的一个依据。前期刚走到这时，我们说这一笔下跌，空方要获利兑现了。那么现在再次下跌，又走到了一个关键的位置，是不是照理我们也一样要开始获利兑现呢？以上内容就是阿哲的观点和阿哲的观点它的一个依据。听到这里，如果是老同学，可不要忘记照常为阿哲的视频点一个小红心，点一个赞。假如您的时间比较宽裕，那么也希望大家可以点开下方评论区留下您的一句评论。那么感谢您的点赞和评论，阿哲看到也非常开心。那假如您是新同学，第一次来到阿哲频道收听阿哲的视频，那假如阿哲的风格、阿哲的技术您是喜欢并且能够接受的，那么也希望大家能够在学有所获的情况下，可以点击视频底下的订阅按钮，点开之后，那么显示已订阅之后，可以再点开这个铃铛。在全部铃铛打开之后，那么未来阿哲频道当中每一期公开视频，每一个公开的直播观点，您都可以在阿哲公布之后第一时间能够收到频道的通知，第一时间来到阿哲频道观看视频和直播。感谢您的订阅。那么接下来我们来到第二部分，空间技术点位的分析。有关空间技术点位的预测，是阿哲每天预测的日内分时当中的支撑和压力位，是关于短线方面多空强弱的分辨技巧。关于这一点，阿哲每天盘前也是不断的去更新这个点位。我们看到图表当中，
在左侧就是昨天所发布的完整的一条盘前解析了。只要您是订阅观众，就能够去解锁有关于盘前解析限时的观看资格。在每天盘前，阿哲都会去更新。那么上方的内容呢，刚才我们讲到了。那么接下来我们看到下方的这一个点位，就是每天日内的支撑和压力位。阿哲一般会公布纳指、特斯拉和英伟达这三者的日内支撑和压力。那怎么去使用呢？我们看到右侧呢，这个图表是纳指的日线图。在日线图上，每根 K 线底下偶尔会出现红灯和绿灯，它们所代表的含义就是这一个左侧日内预测点位的含义。如果出现的是一个红灯，则说明股价下跌时，阿哲给到的日内预测的支撑被收盘跌破了。支撑被跌破，则说明空方强势，多方弱势。那么这意味着市场当中有下跌的风险，空方较强，它就会出现红灯。而假如是绿灯呢，则说明股价当天阿哲所公布的这个压力位被收盘给突破了。那么只要能突破压力，就说明短线上多头转强，就要注意后续有上涨机会。在我们上期所公布的点位当中，阿哲有说到这一天大概率是一个红灯，因为在关税冲击下，市场有大幅的低开，盘前就已经大跌，所以这一个日内肯定是空方占优，所以是红灯无疑。在下跌，在熊市本来就多方弱势的市场，要关注每一次反弹之后的红灯。一旦反弹出现红灯，大概率是一个熊市反弹高点。下跌当中出现反弹，而后出现红灯，则说明是一个反弹结束。这个红灯不一定每次都能够让你卖在高点，但至少在反弹时出现，你就要小心。而在下跌时出现的绿灯，只有机会是反弹的开始。我们要关注的是，每次绿灯产生之后，它会不会持续，以及红灯产生之后会不会持续。当绿灯产生之后能够持续上涨，就说明反弹在持续，直到红灯产生出现打断。而假如你发现绿灯之后立马是红灯，一般这种是做空点，因为一转强就立马被打压，说明多空之间的博弈依旧空方很强。那么目前也是如此的，这个地方出现了绿灯，但隔了一天，只保留了一天，立马就被打断了。所以这里呢，也说明空方还是很强的。目前空方在延续，在持续的加速下跌。只要红灯还有出现，就表示目前的市场依旧在加速下跌。那么下周周一是否市场会止跌，或下周是否能够反弹，关键就是这个红灯能不能开始不出现，以及后面会不会出现绿灯。如果周一不出现红灯，则说明开始有所止跌；如果周一出现绿灯，则说明直接多头象征的反攻。那么周一的关键点位是15857.97以及15305.49，股价收盘得要突破15857.97，它才会出现一个绿灯。周一如果出现绿灯，则说明直接可以看反攻，空头则立马要获利兑现。而价格如果下周周一收盘还在往下跌，收盘能够跌破15305.49，那么空头则不用担心，继续持有，继续获利即可。我们刚才所讲到的这一个空间上的支撑位，它是一种预测，是一种提前性的告知。但股市究竟会怎么走？它真的会在这里支撑吗？是不一定的。所以像红绿灯，它就是一种跟踪的技巧，完全是趋势上的表现。如果股价在跌到支撑位的时候还保持着红灯，那么说明这个支撑位大概率不是很有效。所以下周周一你要关注了这个点位。当然了，股市呢不一定就非得周一就见底，或周一就止跌，绿灯就会出现，因为这个点位是每天实时更新，它会变化的，它可能周二、周三才出现绿灯也是有机会的。所以大家要注意了，每天盘前关注一下这个点位，何时指数出现红灯消失，亦或者绿灯产生，就是空头获利兑现时刻，以及多头开始反攻反弹的时刻。这里阿哲提醒一下，如何去领取每天盘前的这个观点和点位。大家首先要点击订阅，您如果是新订阅观众，那么订阅之后，您看到视频底下的评论区，在评论区当中有一条置顶评论，在最高的地方是阿哲所发的。在置顶评论当中有助教老师的联系方式，有一条链接是他的 Telegram， 点击之后他会告诉您怎么去领取，但首先您要告诉他您想要什么。所以这里需要有一个领取的口令，您得要给助教发送一个盘前2个字，这是一个提醒助教老师您是订阅观众，您需要盘前解析，他就会告诉您，他会教您
怎么去领取。同时要注意的是，这个盘前解析目的不是指导各位交易，阿哲更希望的是您能够学会方法之后，自己能够明白，自己能够主导自己的交易。所以盘前解析呢，属于一种新手福利。您刚订阅阿哲怕您的技术分析可能学习当中有很多不懂的，所以用盘前解析根据实战来进行一个提醒。而在技术分析当中，仅靠盘前的提醒还远远不够，所以阿哲希望大家一边接收盘前提醒，一边可以自己能够好好的学习，掌握更多的技巧来主导你的交易。所以阿哲呢，一般为订阅粉丝观众会安排3重的订阅福利。刚才我们所讲的是第2部分，叫盘前解析和点位的预测，而第1重和第3重福利呢，分别是粉丝群组支持答疑以及进阶知识和内部直播。这2者是为了大家能够自主学习，能够掌握更多技术分析，以及更快的去学会技术分析所进行设立的。当然，这里的粉丝群组呢是有一点要求的，因为阿哲呢不想群组当中太多人，那么会鱼龙混杂，难以管理，而其中呢可能有些不怀好意的人会混进其中，所以这里有一些小小的门槛。这个门槛就是阿哲需要确认您确实是来学习的，并且是很认真的同学。您需要参加1次内部的课程，参加1次即可。参加之后呢，完成1次课程老师安排的作业。您只要能够认真完成过1次作业，交给助教老师批改得分合格之后，他会邀请您进入粉丝群组，因为您就是一位爱学习、认真、能够有所收获的同学。我们来看到本月的课表。现在大家所看到的龙头解析班的课表呢，就是阿哲在本月和阿哲团队的老师一起去设立的，专注于当前行情所贴切的一些技术分析。什么叫做龙头？龙头就是在当前行情依旧能够让你产生大幅利润，不管是牛市还是熊市，都吸引大量的资金去集中的一些地方，这就是一个龙头，它能够让你产生不菲的收益。所以在本月，在这种行情较为困难的时候，我们就要更为集中于龙头的交易。只要您能够参与1节我们的龙头解析班的课程，而后完成1次作业，您就有机会加入到粉丝群组，我们一起交流学习。而如果您想要参加我们下周4月8号到4月12号这整整5天6节课程的学习，那么您记得找到助教老师之后，您除了发送盘前，您一样可以发送一个报名的口令，这样的话助教老师就知道您是想要报名参加我们的内部课程。而后他会告诉您每节课程具体的时间，以及在开课之前会发送给您对应的链接，您点击链接才能够听到这些课程。希望以上的3重福利能够指导您更好的学习技术分析，以及更好的去交易。感谢您的订阅、评论和点赞，感谢各位同学的支持。那么现在我们来到第2部分，关于3只标的更加详细的技术面解析。第1只标的是特斯拉，我们先看到特斯拉的空间层面。最近的特斯拉，其实阿哲的评价就是非常的硬朗。它呢，在市场暴跌、创新低、3大股指都不断下跌跳水的时候，它只出现了1根阴线，它只出现了略微小结构的跌破，所以特斯拉目前的资金还是非常青睐的。我们曾经有讲过，它有出现了一个 K 线上的反转形态，叫曙光出现，而这一个反转支撑位大体在 229.201 以及 233.04 上。目前你会发现指数通通都破位破底了，但是特斯拉还在这个支撑位置上，你就会知道很多资金集中其中，并且特别的看好。所以目前的特斯拉只要还没有跌破 229.201， 那么资金在这里依旧还是看多的，大家注意这一点。所以目前你要去做空任何的标的都行，但是特斯拉做空时要特别小心，底下就有一个强支撑，而且还没跌破。这是阿哲对于特斯拉的观点，就是你做空尽可能不要找特斯拉，至少在它破位之前不要找特斯拉。它当前就是一个大的结构还未破位，小的结构略微破位，这种形态是非常强势的一种资金砸盘洗盘现象，还不是一种趋势反转现象。所以当前的特斯拉，阿哲更倾向于看多而不是看空，但是看多不代表做多，你要关注2个方面，一个就是目前的市场纳斯达克指数能否支撑止跌多头反弹，只要出现了市场的缓和，多头开始反攻，那么再看到特斯拉有没有出现多头的信号，如果有再去买进。你不要说在下跌时阿哲看多我就去买，那样的话可能你要被套了。这是空间上的支撑，
229.201，是特斯拉关键的多头防守。接下来我们看到资金和动能上的解析，短线上怎么看？目前我们所看到是特斯拉的日线图，上方是特斯拉的动能 K 线，也就是红绿灯，下方呢是 BBD 资金指标。我们看到 K 线上是不是在4月4号的时候是一根红灯 K 线？红灯 K 线底下的资金已经快要穿过这个黄色轴。我们曾经有说过，穿过黄色轴，穿过零轴就是变盘 K 线。大家看到左侧这里上穿的时候呢，容易是变盘高点。这一天也是上穿，是不是上穿的位置都出现了变盘的高点？而价格如果出现下穿呢，它有机会是变盘低点，但关键在于这个低点会不会确认。高点的确认就是它的低点被跌破了，那低点能不能确认，就是高点要突破，但会发现高点没突破，低点被破，所以变盘高点呢是高点，变盘低点呢并不是低点，所以这里呢市场出现大跌。那这一天上穿好，这一天是高点吧？是不是高点出现又调了一波？那当下的价格走势突破了这一根 K 线，并且没有跌破这根 K 线，所以这个位置曾经是高点变盘，而被突破了。现在价格又开始流出，又开始接近零轴，那是不是这个资金上只要下周一略微再往下探一探，它又是一根下穿 K 线？那么特斯拉一旦下穿，就是低点变盘的可能有这个嫌疑。一旦出现下穿，这根 K 线的低点就是支撑。而再看到动能 K 线上，它是红灯，但会不会下周周一转为绿灯，这是要关注的。因为价格的走势有一个专门用于红绿灯的买卖点，就是红灯之后它如果立马转为绿灯，这就是一个买点。在绿灯之后立马转为红灯，这又是一个做空点。这是一个特别简单，但是阿哲觉得蛮可靠的短线交易方法。当绿灯之后转红灯，则说明空方强卖出；当红灯之后转绿灯，说明多方强买进。而现在是一个红灯，如果下根 K 线依旧不红不绿，或者依旧是红灯，那么自然还不能够随便买进。如果下一根 K 线直接是绿灯，那么这说明构成短线买点。如果能够叠加指数的止跌，那么效果将会更好，将是特别好的特斯拉抄底点。我们来看一下下一根 K 线怎么才会出现绿灯。我们看到它的预测高点下周一是 250.215， 收盘突破 250.215， 下周周一特斯拉将是绿灯 K 线，也就是买点。低点呢是 225.215， 股价收盘跌破它将是一个红灯，则还不能够进场，还不能够做多。以上是资金和动能上如何去看待特斯拉的短线交易。接下来我们看到英伟达，目前我们所看到是英伟达的空间图表，前期在这一个灰色块处出现了反弹滞涨，而后开始下跌，在下跌途中没有多少做多的机会，就一路的单边的下窜，把 109.5 103都给跌破了。这一天是不是跌破了103，然后快速加速下跌？那么当前呢，我们公布一下新的往下去看的目标位，第一个就是 93.65， 也是呢在周五的时候略微下踩收出了支撑位，那么能不能撑得住就看 93.65。 而在这一波下跌时，最关键的或者说最大的一个支撑位，以大的结构去看，那么最大的支撑是在 86.719 和 84.0739 这个位置，所以 93.65 能不能撑住？这里哪怕撑住，感觉也更多是一个反弹，因为指数环境不太好，所以未来应该是反弹后再次下跌，在这个区间附近找寻更多机会。但这波反弹能够弹多久、弹多高，关键在于指数方面整体的环境和情绪。而假如它的反弹力度真的足够强，那么反弹过程当中其实就是上方被跌破的支撑都转为压力，那么103是不是往上反弹时一个很重的压力呢？接下来我们看到资金和动能上，看到短线怎么样去分析。目前我们所看的上方是英伟达动能 K 线，下方是 BBD 资金指标。我们看到在下方资金方面，下穿 K 线其实就是这一天，是不是英伟达的下穿 K 线比特斯拉早出现很多？说明什么？说明英伟达的流出资金是要比特斯拉快并且迅猛的，所以特斯拉能够扛跌，而英伟达并不能，反而是加速下跌。那么这一天的下穿 K 线，它可能是低点变盘，但第二天就被跌破，后续反而变成了压力，下跌反弹再下跌，所以它不是低点变盘，它反而是下跌的踪迹，后续还有下跌空间。
那么下跌时呢，有连续流出后的流进，是不是这一天好流进 K 线有了，但是没有去有效突破，反而又跌破？是不是连续出现变盘 K 线，但是方向都是往下去看，所以英伟达单边下跌。现在在资金上呢，依旧是流出的，没有特别的信号提醒。我们再看到这根 K 线上，资金上没有变化，那么 K 线上呢，目前是连续的红灯 K 线。那么一样的，你要关注它会不会出现绿灯。如果立马由红变绿，再加上底下的95的支撑，那是不是也能看一波反弹？我们看到周一的预测高低点，高点是 97.22， 低点是 89.2。那么价格走势，如果周一突破 97.2， 那么就是绿灯，跌破 89.2 就是红灯。也就是说，英伟达如果再出现一个红灯，基本上就跌破了前面的支撑位，那么将要往下面的2个关键支撑区走。所以英伟达周一最好是不要再出现红灯，它可以无灯，可以绿灯。如果再是红灯，就说明下跌空间还是有蛮大的。关于英伟达和特斯拉的关键点位，阿哲每天盘前也都会更新在盘前解析当中，所以对英伟达和特斯拉这位关注的同学，每天盘前的点位也记得及时观看。它如果周一没有出现红灯绿灯，那你可以等周二周三，等到一个绿灯产生后，我们也认为反弹即将出现。以上呢就是资金和动能上如何去看待英伟达。那么接下来我们来到 SQQ， 当下我们所看到是 SQQ 的空间图表，股价走势呢和纳指是反向的一个情况，所以纳指呢出现的是一个熊市的序列，熊市进行中，而 SQQ 则是牛市进行中，是目前对170的均线是有效的突破，肯定是有效突破了1倍，170呢也有支撑，所以价格走势目前是牛市的范畴，而且是刚刚转牛，所以 SQQ 是在接下来我们几个月当中呢会经常会去提及的。阿哲呢也是早在3个月前已经是频繁去讲到了。我们曾经呢在这个低点的位置提醒有买入机会，反包阳后上涨，在这个高点的位置提醒要获利兑现空头的利润，价格出现回落。回落时呢，没有跌破阳线的低点，反而出现上升商法，而同时期纳指是下跌商法。那么上升商法则意味着这个上涨它还是中继，会有1倍空间。其实目前已经是到达了1倍空间。那么整体的空间上，我们可以关注这几个价位：60.67、53.79、41.20，以及这2个点。这2个点呢，其实就是前面这根阴线的最高点和它的一个开盘价附近，就是影线的区间，作为底下被有效突破之后的支撑位。价格走势当下的支撑有这个影线区间以及41.20区间，股价走到这里已经把这个区间走过了一半，那么逼近53.79。那么目前这个走势在下周周一有继续上涨的可能吗？有，但是有没有再出现这么一根高开高走大阳线的可能性就不高了。所以这一波上涨走到这，又有一个机会，就是3阳小顶的出现。下周一略微上涨收阳，是不是构成了一个非常非常标准的在压力位附近产生的3阳小顶？那么这可以作为一个空头获利兑现的左侧信号。而价格如果不能够去突破 53.79 而往下回落，那关注几个价位。第一个就是 53.79、41.20 以及中间的中位线，大家可以自己去计算一下，如果您可以计算出来，也可以发在评论区告诉阿哲。那么这个区间呢不太容易在后续回落时被跌破，你也可以把它当作是纳指反弹的一个空间。接下来我们看一下它的资金和动能方面。当前我们所看到的是 SQQ 的动能 K 线以及 BVD 资金，在资金层面其实没有太多的表现，因为目前上窗 K 线是不是这一天已经被突破了？突破之后是不是继续延续上涨空间？所以变盘 K 线的高点就不成立了，股价是延续上涨。而连续流进之后的流出 K 线是不是也被突破了？所以这一天被突破之后，同时构成了2个关键价位的突破，高开高走，而且收的是实体阳线。这一天本身也构成了一个买点。关于这个买点，阿哲应该前几期视频都有反复提及，就是这个高点被突破，则作为上升商法和关键的高点的突破买点。当前底下的资金呢是持续的流进，没有太多的异常，所以资金上没有给到太多的帮助。而动能上呢，依旧是连续的绿灯。在这种强势连续的行情当中，我们要关注是何时产生红灯。现在阿哲给到一个点位，看到周一的预测价格，
它的低点是 47.93， 收盘跌破就是一个红灯，连续走出加速之后再走出红灯呢，只要小心，不过这个概率是不大的。而高点的压力是 52.82， 如果这里出现收盘突破，则将是延续绿灯。如果延续绿灯，那么哪怕是三小顶也可以稍微等一等，等一个红灯出现作为右侧卖出，除非冲高回落是带有一个长长上影线的三小顶，那么也一样是左侧信号，哪怕是一个绿灯也是没有例外的。以上就是第二部分关于特斯拉、英伟达、SQQQ 三个维度上的详细解析。那么接下来我们将会用资金和动能 K 线来讲解纳指金融、Meta、苹果等等个股短线上的解析。第一只个股我们讲到纳指金融中国指数。现在我们看到金融指数上方是动能 K 线，下方是 BBD 资金。在本次的下跌当中，其实没有太多的买点，因为这一个唯一的绿灯呢，它还是一个10日星。我们说10日星呢不作为买点，当绿灯产生时是长上影线、10日星亦或者是冲高回落阴线时，都不建议呢去买进，除非它的绿灯是相对强势的、明显的阳线，这是比较好的。当这波下跌时，它其实并没有产生这种 K 线，而在昨天又出现了大幅的低开低走，一根长长的阴线，底下呢略微带有下影线，它是一根红灯 K 线，资金呢大幅的流出，很明显的流出。那么接下来阿哲把170的均线调出来看一下，目前你所看到的这根白色的均线就是170天线，你会发现价格股价的走势目前是不是调到了170天线附近？大家还记得吗？目前的中国指数纳指金融它是不是一个牛市进行时？那么牛市进行时有一个特点，就是170它往往作为强支撑来看。如果你是一个中长线的交易者，那么在牛市当中，股价回到170将是你大幅去建仓的时刻。那么当时这一波中期的调整，是不是最后的目标也是在170附近出现了止跌？而当前出现了上涨回落，这个单边下跌也来到了170附近，这是再一次的回归。在牛市运行时，第二次回归，它一样作为重点的关注对象。那么我们来关注了这个位置，刚好是一个长长的下影线。我们认为这个支撑是有效的，那唯独缺的就是红灯之后的再次转绿灯，亦或者再次的买点。所以我们看到在下周周一的时候转绿灯的要求，那么下周周一预测的高点是7060.65，收盘突破将会出现绿灯。那么这个绿灯在支撑位长下影后出现，那是不是作为红灯后的绿灯直接看涨？而它的支撑则是6483.08，收盘跌破则为红灯。那么这个170呢，只要关注了跌破2天之后的支撑。所以当下呢，关注好纳指金融中国指数在170附近的波动。这里呢，有机会又是一个牛市大底的阶段。下一只个股，我们看到 Meta。Meta 的股价走势，前期我们认为它的结构是强势的，能够回载170并且不跌破，但可惜在最近关税的冲击之下，是不是也出现了跌破170反弹之后再有效跌破170的第二根 K 线？所以它目前呢虽然是比较晚进入熊市进行时，但是也进入了，而且1倍的空间大体也到了，所以这个位置呢应该是有一个1倍空间的支撑。当前的 Meta 也处于一个关键的价位，并且它整体走势还算是比指数平均水平要强的，因为指数跌破了1倍空间，它刚跌到1倍空间，有止跌现象，10日星。在资金上呢，还处于流出，没有特别的 K 线产生，而这个10日星的出现在连续跳空时产生，我们要关注了，10日星本身就代表了变盘的信号。在周五的时候，纳斯达克指数出现了 V 型反转后继续的下跌，继续的收出大阴线，而 Meta 却能够保持出现10日星，说明有一些资金还残留，有一支资金还是看多的。在10日星之后，只要产生一根看涨的阳线，结合1倍支撑的低点支撑，我们认为 Meta 可以看反弹。这里如果能够配合一根绿灯 K 线就更好了。我们看到周一它的高点预测是511.365，股价收盘突破511.365，则是一个绿灯 K 线，这里开始可以看涨 Meta， 至少是一个熊市进行时的反弹时刻。而它的低点是487.565，跌破则继续是红灯，跌破同时也跌破了前期高点后的1倍下跌空间，目前呢是还未有效的跌破，10日星的跌破呢还不能算有效，
如果再加一根红灯实体阴线，那就有效了。那么后面一样看跌。接下来我们看到下一只个股是苹果，苹果在本次关税冲击当中呢，影响是比较大的。我们看到底下的资金这一天是不是下穿 K 线？下穿 K 线产生时，我们认为它应该要去关注，有可能是低点变盘。但低点变盘的一个前提是高点要突破，低点不跌破，但第二天就跌破了，说明这里的下跌还没有结束。这个位置未来将是一个重要的压力区。那么低点支撑被跌破，说明还有下跌空间。不过如果它是半山腰的话，其实也差不多啊，走到这里，因为它是加速下跌，很快的。那么我们也要关注一下，它是170已经是有效跌破后了。所以苹果的走势彻底也跟指数一样，是熊市进行时完全的确认。当下的走势不管它是涨是跌，我们看空的胜率肯定会高很多，但不是现在看空，因为指数环境有反弹的需要。那苹果的话呢，阿哲没有做专项的分析，所以空间上呢是没有去计算重要的支撑点的，我们就用红绿灯来看。短线上看到周一的支撑和压力位，高点的压力是 194.13， 收盘突破则是一个绿灯，那么也是可以看反弹。那么低点我们看到支撑 181.59， 这里不能跌破了，再跌破那一样呢是加速下跌，我们一样呢看跌。下一只个股是 MSTR， 我们看到比特币是在周五的时候已经出现了止跌现象，那么像 MSTR 呢则直接出现了一个买点，这个买点是因为红绿灯产生，这里是不是一个红灯 K 线？红灯之后立马转绿灯则为买点，像前期这里红灯之后立马转为绿灯，是不是一个买点？曾经在这里我们提醒过买进，因为红绿灯。那么这里又回踩了170的均线，是不是一直在这里盘整没跌破，盘整没跌破？所以这个地方又是红灯转绿灯。那么 MSTR 我们认为这里一样可以用低点来去对待。那么昨天就是一个红灯转绿灯后的买点，止损呢可以放在这个170天均线附近。我们看一个波段低点是否会产生，它也是比较强势，类似于破底方，比特斯拉还要强。如果你觉得170天均线比较低，止损呢有点风险，你也可以看到前面低点收盘跌破它，则说明破底方失败。那么这里呢一样可以作为止损。在此之前，我们认为这一天作为买点，如果下个交易日收盘能突破它的高点，一样继续能够作为买点。我们看一下红绿灯的产生，一般在红灯转绿灯的买点之后，不要再次出现红灯，再出现红灯也可以作为止损价格。它的高点压力是 313.294， 突破它为绿灯也一样可以作为加仓点。低点的支撑是 279.456， 跌破则作为止损。下一只标的我们看到 P2TR 目前还是没有跌破这个170天线，但整体的股价走势不算有多强。这里走出了一个连续2个绿灯之后转为红灯，而后大跌，是不是在这里出现了红灯，而后延续红灯，延续下跌？你说我去买反弹，那看到红灯是不是得要跑？而底下的关键 K 线是连续流出之后的下穿 K 线，这一天低点被破了，而且刚刚被破，所以这里说明是下跌的踪迹，还有下跌空间。那么下跌之后，这里是出现了连续流出后的流进，高点没破，低点被破，所以这一根阴线则构成 P2TR 的做空点，它是刚刚产生关键位的跌破，比指数呢慢了一天。而价格走势未来的反弹，我们认为这里是一个压力，然后这一个位置也是个压力，反弹空间只要不去突破这个位置，那么空单呢一样可以往下去看。P2TR 还可以看一个对170的回归，目前比较砍跌还是比较厉害的，但整体也出现了破位。我们来看一下周一是否产生红绿灯，它的高点压力在 77.495， 突破则为红灯后的立马绿灯，那可以说是看涨，但是呢阿哲不太建议，因为它刚刚破位，上面的压力还比较近。那么低点的支撑是 68.445， 跌破则是红灯继续下跌，继续呢往170去运行去回归。下一只个股我们看到 AVGO 博通的这一波下跌走势，在昨天也是出现了一个长长的下影线，有点类似于 MSTR， 但是它的一个整体走势是有效破位了170天线了。当前的走势从170来算，您可以去算一下前面这个高点到170的距离，再往下垂直
那么基本上应该也临近这个支撑，还在一倍支撑之上。所以目前阿哲所看到很多个股其实比指数反而是要强一些的，很多呢是没有跌破，或者说没有有效跌破一倍支撑。当前在资金上它的提醒不多，之前这里呢是破位是下穿，但下穿之后呢也是出现了下跌反弹再下跌，是压力，没有出现低点的反应。所以这一天不是低点变盘，连续流出之后这一天是流进 K 线的高点被突破，但是第二天立马又跌破，所以这个位置都不是低点的反应，都继续的看跌。当前的资金也没有变化，所以继续我们关注一下 K 线上。K 线上呢有长长的下影线，那么长下影线是否能够看涨，关键在于下一根 K 线。我们更希望能够有一根绿灯，没有绿灯则依旧上涨不强势，那么就最好等一等。我们看到高点它的压力是 149.545， 而低点呢它的支撑是 135.915， 关注这两个价位。我们再看到下一只个股是谷歌，谷歌整体的走势也是破了170，而后有所压力，连续的下跌，走出了这种比较明确的下跌反弹，下跌反弹又在下跌反弹下跌，是不是整体就是一个熊市的序列？一倍空间大体也是跌破了。那么看到底下的资金上也没有太多的提醒，这一天是下穿后破位，破了位之后是不是延续下跌？那么流入资金是这一天也是被跌破了，高点没破，所以整体来讲它也是一种下跌中的中继阶段，是不是也是下降商法？但是它不标准，因为它这一天呢它的实体比较短，它是一根10日星类似的 K 线，10日星后继续下跌，继续看跌。当前的谷歌哪怕后续反弹，阿哲也不太看好，整体的结构是比较差的。我们看到周一的关键高低点，高点的压力是 150.415， 突破则是绿灯，低点的支撑呢是 144.865， 跌破继续红灯。谷歌整体结构偏弱，我们需要再观察一段时间，再考虑是否去操作。SMCI 是我们下一支标的， SMCI 也是出现了长长下影线，在昨天指数出现了 V 型反转之后，能够不跟随指数再次回落的个股都可以去关注，它可能就是资金提前买入的标的，至少有部分资金提前去抄底了，所以才出现了一个长长的下影线。目前这个价位和前方这里引发上涨时的价位是差不多的，前面这里呢也出现了红灯之后的绿灯，是不是整体下跌？红灯绿灯出现了上涨，红灯后转绿灯，它的买点还不错，但不是100%。前面这里也出现了，但涨一点点是不是就没了？所以有些时候涨能涨很多，有时候涨不多，所以买点呢它只是买点，它能涨多少还是市场说了算。所以在这里我们也一样要等待什么？等待一个买点。虽然我们知道买不买是你的事，涨不涨是市场的事，但是如果能够有买点产生，那是不是会更好？至少更支持我们看多的理由。那么当前资金上依旧没有什么特别的表现，那么我们看一下周一有没有绿灯产生，高点 30.505 突破则是一个绿灯，低点支撑是 26.965， 跌破则是一个红灯。最后我们再看到拼多多的股价走势也是长长的下影线，所以你不难发现，只要在周五出现了长长下影线，它比指数，比如说中国金融，亦或者是纳指，这个影线要长，亦或者人家是大阴线，你是10日星，在这种暴跌时产生，就说明这一只标的有资金关注了，至少开始有资金在买入了，比平均的价格水平要买得多，不然的话不会出现这种暴跌时的这么长的一根长下影线。我们更加希望这种长线影线的标的在下一个交易日能够反包，这样的话才说明资金它是持续的进入，而不是短时的一个昙花一现。在资金层面上是不是没有太多变化？这一天是下穿，但是没有突破，跌破了，所以看跌。这一天是流进，连续流出后的流进，是不是也没突破，还是跌破了？所以不断的是看跌的。好，那这根 K 线呢，没有资金的反应，没有流进，所以我们只能看动能 K 线。动能 K 线反应呢会更快一点。我们看一下它的高点 105.1 是压力突破，周一则为绿灯，则为抄底点。它的低点 98.31 跌破，这依旧是红灯。这说明在周五抄底的人又亏损了，或者说又跑了。
那么继续看跌即可。这是拼多多的解析。以上就是4月5号美股周复盘行情视频。美股空头暴赚，2天的暴跌让很多人产生巨额的利润，但是下周也记得把短线利润落袋为安。下周多头将大概率反弹，但具体是否产生，我们通过技术面上要进一步的确认。感谢大家的收听，希望在当前的行情中，阿哲的视频依旧能够给您提供些许的帮助。感谢您的收听，更多精彩内容我们下期再见，拜拜。